男嘉宾小郭24岁，来自河北；女嘉宾小江27岁，来自河北，是一名培训老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小郭对吧？对。我在这资料上面看到了一个事儿，我没敢读，我想先跟你核实。职业你是无业是吗？对，现在我在家基本上做些兼职。哦，这种状态大概有多久了？1年多吧。因为我看标题是说的这个家庭负担，所以我对经济这块比较敏感，就是说你1年多没工作了，是吧？对，家庭负担不是我们家庭负担，他的家庭主是。女生，你这个家庭负担到底有多大，有多重啊？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家的家庭比较复杂。我们家是一个重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2婚，然后有着我。父亲大过来一个姐姐，母亲大过来一个哥哥。现在就是哥哥结婚有几年了嘛。然后我哥从11年开始，我就一直在替哥哥还房贷。你哥的房贷你还？对，主要就这个问题啊。他11年左右吧，就开始给这个还房贷了。每个月都还1500左右。他现在工资每个月才15千，他妈还有病，还得给他妈就是买医药呀，1个月2000多。那等于说你的收入就全部都用于哥哥和母亲了，是吗？对，基本上全部都用在家里了。我觉得他这个人吧，就是太自私了。他就是现在嫌弃我家庭负担重。我替我哥还房贷怎么了？不也是为了让我妈少操一点心吗？我妈一天天容易吗？她那么大年纪了，还总在生病。为了我哥的房贷，你说她操了多少心？我帮她减轻一点负担怎么了？你不但不能帮我承担，你做的都是什么事儿？一次一次给我填个，给我哥打电话要钱。现在你都跑到我哥家里边去要钱。本身我们的家庭就这么复杂，你现在你这么一做，你让我们家人都怎么看我？不，这个钱是谁出的？他为什么去要钱啊？我觉得吧，我们不是已经相处快2年多了，我就没把他当外人。就是我们结婚去的。我觉得他哥这儿做特别不对，老是在坑着妹妹啊！你不能每个月的房贷老让你妹妹给还，我们要结婚之后房贷还给你还，我们怎么买房子，怎么结婚？不是你问他，不是说你去问他哥要钱，要什么钱啊？我主要是为了跟他哥说清楚，以后吧你就那钱花的是你的钱吗？不是我的钱，我主要是去为了跟哥说清楚。你跟我哥说清楚什么呀？说清楚之后，你不说你自己在那儿说的都什么话吗？我就跟你哥说，以后你们也要跟我生活在一起啊，房贷尽量别让你妹给还了。你这样做，你妹妹以后怎么生活？好吧，这事儿要说也不该你说啊，咱们先放在一边。你们俩是2年前认识的，是吧？当时知道他年龄比你大吗？当时知道，我觉得年龄比较大点也没关系，会照顾人。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家庭负担这么重吗？不知道，不知道跟我说。什么时候知道他有这么重的家庭负担的？在一起1年多了吧。怎么发现的呢？因为谈恋爱好像在印象当中不都是男生花钱嘛，是吧？对。他根本几乎都没有花过钱，我们一起出去都是我在给他花钱，他电话一欠费我给他就交了。买衣服我也没心疼过，出去吃饭看电影什么的都是我花钱。在一块儿那房租不是都我交的吗？家里面开销都是我，但出去我身上也没多少钱了。你是怎么知道他家庭负担这么重的呀？因为我挣的也不多，觉得花了就不够了。我问你这钱都哪儿去了？每个月挣15千他又跟我说了。说了之后你就找人家哥哥去了？说之后我没找。刚1年多点儿，后来我们2个生活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要这样生活下去不行。你说要结婚之后，他每个月还给这个还房贷。那我给你花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他毕业之后吧，先工作了半年。然后后来就辞职了。他说他跟朋友商量好了，要一起去禁酒，然后去卖，想在过年这段时间挣点钱。钱不够，我就给他凑了7000块钱，让他拿着2万块钱去进货。结果进回来的货1瓶都没卖出去，全都堆在家里边，还是我托人找朋友才给处理掉的。那是我第一次不是刚毕业那会儿就在酒吧上班在酒吧认识几个朋友，他跟我说这个酒水现在生意挺好做，我就相信他了，没啥经验也没啥客户，就没卖出去。那我给你花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不给我家人花钱你就不乐意了吗？我们家是什么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我15我爸就没了，我哥替我承担了多少，为了能让我把我的美术继续学下去，我哥自己考上师范学都不上了，他把自己一辈子的前途都耽误了。我现在替他还点房贷，我回报他一下不行吗？是，当初是你哥没上师范，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耐疚一辈子吧？你应该有自个儿生活对吧？如果未来他没工作了，你还娶她吗？娶啊。
真的吗？去啊。他没工作，你会娶她？去啊。行，你就当他没工作了，钱都贴补家里了，得了。现在主要是因为我找了个那个事儿啊，他就放不下了。对啊，你怎么有资格去找人家哥哥呢？你这也没结婚，你找人谈这干嘛呀，小子？他太自私了，他口口声声都是说替我考虑，为我好，可是他根本就没为我考虑过，什么都是先想到自己。我怎么就想到自己了？我看你生活平时挺累的，不是吗？啊，你说你每天早上7、8点就开始去工作上班去了。晚上上到5、6点回去，还要在淘宝卖他那个画那个素描，我觉得太辛苦了。不是，那你可以帮他呀，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男朋友。对，我是在帮他，那你怎么？你帮我什么啊？你替我承担过什么啊？我妈生病每个月2000多的医药费，你花过1分，花过2分吗？我给你打电话有一次，我说我这块有学生走不开，让你去帮我给我妈送顿饭，你怎么说的？你说我肚子疼去不了，最后还是我给我们朋友打电话给我送去的。那也不就是那一次我没去吗？平常你家有事我多晚没去过啊？就那一次你就记住我了。那我妈为什么会住院你不知道吗？不就是因为你去我家给跟我哥要钱，我妈知道生气的吗？啊，那你妈就在乎你哥，她就不在乎你了，她不知道你生活什么样的。哎呀，气死我了！哥哥对这个事儿是个什么意见和态度？小子，你听一听，来，我们听一下。我不同意我妹跟她现在男朋友一起处对象，因为就是在2011年开始，我妹妹就一直在替我还房贷，一直还到现在，也还了好几年了。在认识这个男朋友之后，这个男朋友跟我这儿提过要这个我妹替我还房贷这笔钱，就是因为他提过要这个钱之后，造成了我和我对象跟我妹妹我们家产生了一些隔阂。再说要这个钱是我妹妹可以跟我要，我妹妹什么时候跟我要都行，但是她没有这个资格，她没有这个权利。还有2个人在一起是为了一起去承担一些，一起去分担一些，分担2个人的这个一些事情，而不是去做一些搅屎棍的事情，去搅和2家人的关系。我觉得他哥现在就是属于一种习惯，知道吧？我找了哥说了，他就是觉得我做了之后，他们以后就不给他还了，好像是我搅屎棍了，我没那样。你说我哥是习惯了依赖了，你不是习惯了吗？你第一次做生意赔钱了，我也没说什么，我还一直安慰你，就怕你一蹶不振，让你继续努力。我让你踏踏实实找工作，你就是不愿意，好高骛远，非要自己做生意。这次你又要自己做生意。现在我不是经过那1年多，我现在经验啥都已经了解点了。做生意是那么简单的吗？是你学习一段时间就能做成的吗？人家做生意有的几10年了，不是一样赔钱吗？你怎么就能保证你肯定能挣钱呢？那谁做生意就一开始就挣钱了？那么多成功的人都失败以后自己不做了，那他你现在有那个条件去挑战吗？你有那个条件去花钱买经验吗？那我平时不也在努力吗？女生，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现在是要跟他分手是吗？对。我不想和他分手。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在一块儿感情已经到一个地步，我准备是结婚的，但是我就觉得他哥哥的问题吧，就是结婚之后你还每个月还给你哥哥。哎，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就我这个。你的家庭条件怎么样？我家庭条件也不太好，我农村的。需要给家里做贴补吗？家里面现在不需要，就老人还都挺健康的。有朝一日需要贴补吧？有朝一日我觉得到时候现在我不是说他会给家里面贴补，我是他给他哥哥，不是说给他妈。我给我妈花钱就可以，我给我哥花钱不可以吗？因为你哥已经我不是一家人吗？你哥30多岁了，这么大男人还用你花钱？好，不吵了啊！来吧，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刚才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女孩的哥哥也习惯于由你来补给钱？你的男朋友也习惯于你来补给钱。首先啊，这肯定是你们的家事，包括你抱着一颗报恩的心，然后为你哥哥做出这些，其实无可厚非。但是呢，我在听你哥哥的录音里头，我有一种感觉不是特别好，好像哥哥是受之很坦然，并且因为你男朋友的要钱这个举动呢，导致了哥哥的女朋友和你们家庭的矛盾。其实老师，因为就是我跟我哥之前也说过，现在我会给他还房贷，是因为我嫂子现在在家里嘛，在家带孩子，家里边只有我哥自己一个人在工作，1个月工资就3000多，他要养家庭，然后还要还房贷，
所以说我就会替他去承担一部分。本身我们也商量好了，等过2年孩子大了上小学，嫂子也出去工作了，就以后就他们自己还。对，这点有没有跟他说清楚？我跟他说过，可是他就跑去找我哥要钱。他这次主要是什么？他要跟我要钱，要投资做生意嘛。我手里边现在没有那么多钱了，然后他就跑去找我哥了。他让我把这几年给我哥还的房贷钱全部拿出来。这个我们就清楚了。所以啊，我没有去找我哥要钱，我这是跟我哥说清楚，以后你别让你妹妹给你再还房贷了。我主要是为了这个意思。首先第一，你现在的身份不对。你凭什么要去跟人家哥哥说你要还你妹妹钱？现在身份不对。我就看哥有点太旧了，有点。没有欺负，他们是亲人，在他们几十年的感情当中没有你。如果今后你成为了她丈夫，这作为你们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因为夫妻财产是共同的嘛。你那会儿说这个话，要这个钱，还是或多或少有道理的，明白了吗？你操之过急了。还是赵川那句话，如果他现在没有工作，你跟他在一起吗？在，就是啊，那现在你就当他那些钱给到哥哥、给到妈妈那些补贴不在，你可以爱他吗？你要有这份心的话，我觉得这件事在你看来就不成为一件事情，因为那是他的亲人。到结婚之后，他如果还这样，那是之后，那是结婚之后，他还没有决定说要和你结婚呢。就是你这种想法，谁会跟你结婚啊？你的目的不纯呐。这个女孩现在已经肩负了很大的压力，来自家庭的，来自你这里的。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努力的去找一份工作，分担一些她的困难，这是你应该做的。多理解她，这个女孩不容易，明白吗？你跟着她不一定能够享福，你跟着她可能更多的是在帮她分担她的困难。你可以吗？你想过吗？如果没想过，现在好好想想，来得及。我觉得我在这个台上看到的真正的失衡，不只是你们的感情，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两性之间的一个失衡。女人做太多了，而男人做太少了。我先问男生吧，你知道吗？你说的很多话听起来是似是而非的，就像你说，既然以后我们会在一起，对吧？对你来说，夫妻关系里面财产是共有的，是吗？所以未来如果呢，你的老婆把你们共有的财产呢随便花，基本上你是要阻止她被别人欺负或者是乱花钱这件事情的，对吧？对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所谓的共有财产指的不只是钱而已。所谓的共有财产，有的时候指的是很多情感的财产、家庭成员的财产、爱的财产、信任的财产。承担对方的一切，不是只有承担他的钱包而已。他现在对他哥就一味的给予，他也没有什么回报，就是当初他哥。那关你什么事呢？你现在真的在操别人家的心啊！他的钱，他爱怎么花怎么花，你把他的钱当成你的钱一样，心疼说，哎呀，这个钱花出去都没有回报。我只想问，这关你什么事？他花到你的钱去帮助别人了吗？而且对他来说，那不是别人。那是他的手足，那是他成长在你出现之前就已经建立情感关系的哥哥。你爱一个人，会叫他砍掉手脚吗？这不叫爱。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他要离开你吗？真正的原因还不是你去找他哥，他心中真正的伤害是你不爱他。你去找他哥，就算成功帮他省下了钱，但却伤了他的心。请问你这个爱法爱对了吗？真的爱一个人是让他快乐，不是让他纠结、为难跟痛苦。如果你真的是个爱他的男人，你要承担的是他所有在乎的都要变成你在乎的，而不是筛选说我只在乎这些，那些我不在乎。而你呢，我想说的是，雨生，你做太多了。我也不觉得你应该一辈子负担你哥哥的房贷，不是为了他的想法，是为了你哥哥好。你做的越多，男人成长的就越慢了。如果你不付这个钱，你哥哥有一天也能付得出来。或者，如果他付不起房贷，他就不该买一个他无法承担的房子。男人必须要学会肩上扛起责任来。站在这个立场上，我认为你可以慢慢的学会少做一点，
你哥哥跟你的爱，你对他的报答跟感激，并不建立在这1500一个月上，你明白吗？我明白。有时候让他成长，也是一种爱。你们两人的角色都走到了极致化。我不反对家庭之间的互帮互助，但这种互帮互助一定是停留在病痛、灾难。类似于像房子有多大有多小，房贷这种生活成本，一定是自己的家庭自己承担。一个男人就应该承担自己的家庭生活负担。他既然知道自己老婆要在家带孩子，那他在生这个孩子之前就应该考虑到他可能生活的收入要骤减。那是你哥哥自己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即便说你要帮他去承担，也只是1次或2次，而不是每个月去承担。你这样做，1天、2天、3天、4天、1年，他会感激你，你嫂子也会感激你。但是如果长此以往下去，这种所谓的帮助变成了他的固定收入，他不会感谢你，倒觉得有点理所当然。即便是刚才那个电话里面当中，我分明听得出哥哥的潜台词就是：你有什么资格来干涉我妹妹对于我的资助？我认为他说这句话有底气，但他不应该说的这么理所当然，因为做哥哥的不应该拖累妹妹。不管将来你跟不跟他结婚，如果你再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让一个即将跟你走入婚姻殿堂的人一定要去承担你家庭生活的成本。是结婚之后啊，结婚之前不算，你的钱是你的钱，他的钱是他的钱。但如果你们结婚之后，无论你们收入的彼此平衡的多寡不同，都是共同财产，你无权要求一个男人一定要去承担你的家庭成本。如果他愿意，你可以赞美他；如果他不愿意，你不可以要求他。而他呢，暂且不说他不够这个身份去跟别人讨钱，如果你要是真的爱他，即便你反对他哥哥徒增他的家庭负担，那你也应该更多的去承担你们俩之间的生活开支，更不应该向他要钱去做生意。你明明知道到目前为止这个女生倔强的一定要给哥哥钱，她依然在每天做很多很多的兼职。如果你爱她，你就会委屈着自己去替她分担，但你却还问她要钱去做生意。我有一点是特别不认同你的，在你们没有结婚之前，即便2个男人都不能做一个女人的寄生虫，但如果要做寄生虫，他哥哥比你有资格做，因为他们有10几年的感情，你没有。我也没有，我也一直在工作呀。你也在工作，但问题是，如果你要是真的爱他，他每天做那么多的兼职，你好歹得有份工作。你有工作吗？为什么你是无业呢？一个堂堂的男人，你如果要真分担，就不应该让他每天过得那么辛苦。如果你不愿意，请你走开，就这样。这家不容易，这么做更不容易。姑娘不还这个情，哥哥也不会说她。姑娘要还这个情是姑娘的心。我听你哥哥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也挺不舒服的。你可以还这个人情，可以还，那是你愿意。但是他得领这个人情，他得知道妹妹的不容易。其实这姑娘最可怜，就是好像在她身边很亲昵的这种跟男人的这种关系里面，她永远是那个付出的那一方，挺让人心疼的，确实不容易。找一个疼爱你的男人嫁了吧。我估计那个情啊，只要他哥开口，他永远会付出。他15岁的时候父亲就走了，可想哥哥那个时候其实扮演了一个父亲的角色。所以我跟你说，小 Z， 他身上没什么油水了，别再炸了。好可怜的这姑娘，真的挺难。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觉得吧，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我还是挺想和你在一起的。就是吧，就是家庭方面，咱们以后慢慢再磨合的来。我不会放弃我的家庭，我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尽我所有的能力，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那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我觉得你应该有自个儿生活，不能老是一心为了家庭，应该为自个儿活。我的家人为我付出很多个，现在是我长大了，轮到我为他们付出的时候。唉，那你现在这样做，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唉，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啊！这个题就录的心里面特别沉，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多理解、多宽容，可能就特别的重要。所以在这儿，也是呼吁一句话吧，希望妹妹家的哥哥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考量一下或者体会一下你妹妹的不容易。曾经你帮助她，给她未来和希望。希望在妹妹再一次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们兄妹两个人能够达成一致，既不伤了感情，又能携手往前走，这很重要。人身上该有的那点人情味儿，什么时候都丢不得。让他们自己去做选择吧。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100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下载使用天天轩，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老师们的在线解答，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点击左上角宝箱抽取现金的卡券。下面就是看这对年轻人自己选择的时候了。请开门。来。